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方竹时间，我是方竹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说说新加坡和纽西兰这两个气质完全不同，也不常被并列在一起的国家。首先呢，这两个小国都有着让人羡慕的标签。新加坡常年霸榜，治理效率、经济自由、金融透明度；纽西兰则常登顶宜居国家、空气质量、儿童幸福指数。听上去都很好，但我们想问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：在这个极不稳定、极失序化的21世纪，哪个国家更能应对下一个10年或者是未来？在过去几年呢，疫情冲击、战争不断、全球供应链失灵、气候异常、极端主义、信任崩塌，还有 AI 的全面崛起等等等的问题，世界就像一个高压锅，不断升温。强国有筹码拼经济、拼军力，小国呢，既没有核保护伞，也没有资源红利，他们只能靠智慧、靠选择。也就是说，世界在失控，小国也必须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。首先呢，我们来说说新加坡，一个比奥克兰市还小的岛国，资源呢比尼泊尔还少的城市国家，却扛起了亚洲金融、物流、科技、法律、仲裁中心的多重角色。它靠的是什么？靠的是制度的密度。从李光耀先生时代就确立的高效率官僚体系、高薪养廉长期规划机制，到今天黄循财政府下的 AI 治理、全球资本引流，新加坡是一个做系统的国家。他们相信的是工程式国家治理，凡事可规划、可管理、可落地。李光耀先生曾说：“我们没有犯错的空间。”这句话就像写进了新加坡的国家基因。从城市规划、房屋配给到全球人才引进与金融管控，每一个政策背后都藏着精算与工程逻辑。你能想象，在新加坡办事儿，连你的学历、医疗记录、住房记录、税务信息都可以一键串联，政府与 AI 打配合，效率可以说是用秒来计。当然，这也会让人觉得紧绷。有人说，新加坡像一个制度密室，每个人都有任务，每项行为都被追踪，但安全、秩序、稳定，就是这个国家给予人民最大的信任感。我们再来看看纽西兰，这里是最后的乌托邦，森林、山川、星空、羊群，还有常常被称赞的 KV 精神。友善、平和，不给别人添麻烦，典型的呈现了著名诗人海子的诗境：我有一所房子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纽西兰不像新加坡那样高速运转，更像一个舒展身体、深呼吸的理想国。你很难在这里看到政府的 KPI 关键绩效指标，没有 KPI， 你也不知道政府是在治理国家还是在表演治理。当然，更没有全球竞争力的讨论和精算式的治理。这里更多的是以人为本、人情和人性。比如在疫情封国时，纽西兰的反应是我们要保护彼此，不是封控，是暂停，是一起慢下来。那段时间，大家就像活在20世纪的理想生活中，在家种菜、遛狗、读书、发呆，等政府发钱，好像共产主义一下子就实现了。但问题也来了，这种宽松治理的代价就是慢。当然了，乱发钱的后果就更严重了。方竹在以前的一期节目中，纽西兰从天堂到危机还有未来吗？在其中就聊过这个问题的后果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一看。我们在说这慢的后果，现在每个人都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了，而且深陷其中。你会发现医院手术等4个月或以上，让病人很是焦虑不堪，结果是人情社会变得更无情。交通规则10年无果，政策出台效率低，年轻人出走潮，技术人才流失。我们来看一个典型的慢的案例，奥克兰的城铁项目。
本来是新西兰近年来最雄心勃勃也最受关注的基础设施工程之一，但它的发展过程却几乎成了纽西兰慢政制度瓶颈的一个缩影。预计完工时间推迟至2026年甚至更晚，比原计划最少晚了2年以上。总预算已经突破了57亿纽币，可能还会上涨，相比最初增加了近50%。那对市中心的商家来说，那打击简直就是无情加绝情。简单的说，很多政府的项目是时间拖了，价钱翻倍了，结果还没出来。整个纽西兰呢，就像一个非常美丽的大花园，但园丁越来越少，都在离职中。但理想归理想，我们还得回到现实，因为生活还得继续。那我们就来说一说，两个国家谁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公民，谁能在危机中不混乱，谁能留住希望和未来。我们来对比一下几组关键维度的内容。首先是医疗系统，新加坡高度整合，公司联动，快速响应；纽西兰功利为主，等待时间长，资源配置割裂。数字政府维度，新加坡全流程电子化 AI 协同治理，纽西兰纸本流程广泛，地方执行差异大。在人才吸引力维度，新加坡是全球办公室中心，高净值人群涌入，纽西兰人才外流严重，青年人大量流向澳洲。在政府效率维度，新加坡从构想到落地最快几周，在纽西兰多党博弈，议会拉锯，长拖半年以上。在国家形象维度，新加坡稳定安全，是国家金融与治理信任中心。那纽西兰呢？美丽、自由、宽松，但话语权日渐边缘化。当然，对比这些不是想说谁对谁错，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气质完全不同。新加坡是理性派，像一座精密的钟表，是秩序感强烈的工程社会；纽西兰是浪漫派，像一本风景散文，是自由感宽裕的生活社会。方主想说的是，国家气质背后是不同的安全感系统，这不只是治理方式的差异，其实也是心理系统的不同。新加坡的安全感来自预设好一切，系统化防错机制，规划长期；纽西兰式的安全感则来自相信人性，尊重每个个体的选择，不强求统一节奏。但是当今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，战争、瘟疫、科技风险、金融动荡，我们该问哪种安全感更能应对将来的不确定？我们看到的是，新加坡正在成为世界制度的避风港，而纽西兰虽然宜居，但治理能力面临硬挑战，医疗积压、住房危机、人才流失，让养老成为悬念。我们也和一些朋友聊过，有的家庭从纽西兰搬去新加坡，说虽然新加坡节奏快，但孩子教育资源丰富，医疗快速，自己也更有发展的空间。也有从新加坡回到纽西兰的朋友，他们说新加坡太累了，每天像打仗，在这里至少能看见星星，有人会在街头歌唱。方竹再一次想说，这不是谁好谁坏，而是两个国家提供了两种不同的生活脚本。但在这个世界越来越像高压锅的时代，我们必须思考，小国还可以悠闲多久？制度不升级，理想还能够撑多久？想说制度升级的意义是保住人们对未来的想象力。新加坡今天吸引的不是钱，更是制度信任的红利。而纽西兰如果不尽快改革公共服务，优化治理结构，回应年轻人的焦虑，那它美丽的形象也可能成为表面的繁花。未来不是等来的，而是治理出来的。如果说新加坡像一部紧凑的剧集，每一集都安排得当，那纽西兰更像一本散文集，温柔自由，但章节偶尔脱线。问题是，人们越来越想看的是剧集紧凑又不失人情的那一部。
但在选择有限的情况下，您更想住在一个规矩多、安全高、效率强的国家，还是一个自由、节奏慢，但偶尔让人焦虑、未来不好说的国家呢？新加坡、纽西兰，您会选哪一个？当然，也一定会有朋友说，我想生活在纽西兰，工作在新加坡。事实上，我认识的朋友中已经有人这样做了。无论你有何感想，都欢迎您在留言区分享。这里是方竹时间，我是方竹。如果您喜欢方竹的节目，就请您点赞、订阅、留言、转发方竹时间。方竹祝您好运、好心情。我们下期继续看世界、看智慧、看人间工程。